他的故事很传奇。以2000多块钱的本钱，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现在大概总资产有60-70万那个样子。他的气势很豪迈。我是躺着去挣钱的，等不到。我买东西从不分期，支付全款。他的志向很远大，成为那个中国甚至是世界的巴菲特。可为何女嘉宾母女二人却对男嘉宾质疑不断？我就吹点儿，我觉得我不相信。表现很矛盾嘛，我有点怀疑他收入的真实性。男嘉宾又出示了怎样的证据来打消二人的质疑？还是打消了顾虑。我觉得没啥子话好说的，对。晚餐过程一波三折，吃牛排吧。因为要花3、5千去吃中餐，我也不会去吃牛排。那我们现在走5星级酒店去吃，得不得行嘛？吃就吃啊！你想吃啥？我现在马上想跑去吃碗小面。他们最后吃的到底是什么？男嘉宾对于未来有着怎样的野心？为何遭遇母女二人的再度质疑？对，都是他吹得很凶，我就不实在那种人。最后，他的神秘礼物能否打消女嘉宾的疑虑？凡人有喜之中国巴菲特的波折相亲即将为您精彩呈现。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将为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男嘉宾，他身上有一段很离奇的故事。那么在2个月之前，我们的男嘉宾是身上只有2000块钱的水电工。那么经过2个月的发展呢，他已经是有60万身家的这么一位成功男士。我们今天的男嘉宾是一个怎样的男士呢？我们赶紧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一下他。眾歌好岸此，每天要自強，熱血男子，熱星紅日光。通過那1個多月的自己學習，我總結了一套自己在金融投資方面的一些經驗以及理念，就像金庸小說裡面楊過一樣，他會很多種武功，但是他自己自創了一套武功，叫黯然銷魂掌。那套黯然銷魂掌就是集百家之長，把所有的武功的優點融合在自己的手上，都變成了自己的武功。眼前这位展示各派功夫的就是今天的男嘉宾。大家好啊，我叫罗子强，来自重庆市北碚区啊，老家是缙云山山高头的，今年是30岁。我的身高啊是1.78米。以前呢，我是从事那个水电工那个安装的一个工作，月收入大概3-4千。今年3月到4月的时候啊，投身那个金融行业，以2000多块钱的本钱，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现在大概总资产有60-70万那个样子。哎呦！本期交友男嘉宾罗自强，30岁，身高1.78米，职业个体金融投资者，目前资产60万，暂时未购买房车，婚姻状况未婚。我网上金融交易的包含了股票、债券、期货、黄金、白银，还有贵金属、原油，基本上样样都在做。我是分散投资以及基金那些都在做。不会把钱投到一样东西高头。先是自学了1个多月，把所有那个金融方面的知识融合在一起，变成我个人的东西。再练习了1个月，以模拟资金操作了有个把2个星期嘛，然后再真的投进自己的钱，在里面去操作，然后现在达到每天平均每个月不是每个月哟，是每天哈，每天3000到5000块的收入嘛。我是往低的方面说的，最少的时候大概有1-2千，最多的时候有一天赚到28万。仅仅投身金融行业2个月的时间，罗先生就取得了如此大的成绩，他背后的秘诀到底是什么？那1个月看书学习，还网上资料那些，基本上已经没痕迹了，因为那个买的那个书是看一本烧一本。看完了我就烧了，然后都记到我个大脑里面。现在市场的那个风险大于机会，要顾到一个心态好啊，就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别人在践踏实地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入场，
对于金融投资，罗先生有着自己的一套独特理论，而他也并不满足于目前的成绩。关于未来，他还有更大的目标。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希望在今年已经过了半年了，我希望在下半年的时间里，我能把我现在的资产至少翻1倍。也希望以后通过不断的学习更新自己的那套理念，成为那个中国甚至是世界的巴菲特。如此优秀的罗先生今年已经30岁了，却从未有过恋爱经历。那他对未来的另一半究竟有着怎样的要求呢？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身高1.55米以上，月收入不限，颜值方面不要太漂亮的，也不要太丑的，一般就行了。然后我不喜欢很物质的女生，我希望本来我自身也是一个比较勤俭节约的人。罗先生的择偶要求：一、年龄20至30岁，身高1.55米以上；二、不看重对方外形和收入；三、不喜欢物质的女生。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有喜，我是真爱网的情感顾问飞桃。我们今天迎来了一位非常独特的男嘉宾，我也是没有想到，在我有生之年竟然可以在我们的情感节目当中邂逅一位金融界的奇才。自学1个月就已经掌握了金融界的奥秘，并且准备进阶成为中国的巴菲特，目前已经实现了日进斗金的收入。是的，我知道大家现在的感受应该是跟我一样的，这个人可能是个骗子吧。但是我们要相信，江湖之大，总有各种能人异士，所以我们不妨以开放的心态、包容的心态来看待男嘉宾，有可能他会在节目当中会给我们惊喜呢。根据罗先生的要求，我们为他物色到了一位合适的女嘉宾。我叫冯婷儿，今年29岁，我身高1.68米，现在正在找工作。本期交友女嘉宾冯婷，29岁，身高1.68米，职业待业，婚姻状况未婚。我的择偶要求是，身高的话是1.75米以上，年龄的话是29至35以内。我希望男嘉宾收入7000以上吧，反正有车有房。冯小姐的择偶要求：一、身高1.75米以上，年龄29至35岁；二、收入7000以上，有房有车。冯小姐有些羞涩，因此妈妈也陪她一起来参加凡人有喜，为她加油。28岁了，你要好生点找一个如意的男朋友，妈妈支持的。冯小姐强调对方需要有房有车，可目前罗先生却没有购置车房，这会成为两人今天的相亲障碍吗？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今天的女嘉宾。女嘉宾身高1.68米，符合男嘉宾的要求，而且她皮肤真的好白。我觉得女嘉宾可能她唯一的问题是有一点肉肉的，如果减一点肥再化一点妆的话，我觉得她很像以前的香港女明星李丽珍。大家可以看一下两个人的那种对比哈。虽然说女嘉宾对男嘉宾的要求是有房有车，月入7000以上，男嘉宾目前呢是没房没车的状态，可是以他的收入我觉得实现有房有车的目标是指日可待的。好了，那今天我们选择的相亲地点呢，就是在离我们女嘉宾家比较近的南滨路。我们的女嘉宾跟她的妈妈已经是来到了现场，来，我们有请他们。嗨，来，你好，哎呀，阿姨你好，来，女嘉宾在中间吧。那好，现在我们女嘉宾呢是已经在我的身边了。我呢现在就告诉我们阿姨和女嘉宾我们男嘉宾的一些情况哈。我们男嘉宾呢，他是一位我觉得特别传奇的人物。他只有2个月的时间就从2000块钱，然后现在他的那个个人的存款是已经到了60万，而且听说他每天的收入有可能是几千，有可能一天就能达到28万。我就吹点儿，我觉得我不相信。他是吹牛的。在平时的你们的日常接触的人当中，有这样的人存在吗？没得那个吃的那个成功哟。还未见到今天的男嘉宾，母女2人就开始质疑对方的情况，这也给今天的相亲抹上了一层阴影。那他们还愿意继续今天的相亲吗？那既然我们对男嘉宾有这么多的质疑，我想问一下我们的阿姨和我们的女嘉宾，还想不想见一见我们的男嘉宾？
干脆见一面嘛，还是见一面？哎，还是见一面，还是是，说不定是金龟婿呢啊！那条可以。好吧，我们就带着这种种的疑问来期待我们男嘉宾的出现。摩托车来嘛，就请过来嘛也很好噻。我觉得我没搞懂他那种。之所以开摩托车出场和开摩托车到这个地方来，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勤俭节约的人。我们的男嘉宾竟然是骑着摩托车登场的，而且还自带音效，这个场景真的非常的拉风。我觉得男嘉宾很像周星驰电影里面的人物，你觉得他是一个猪肉王子吗？其实他是一个真正的特工。在这个时候，女嘉宾的疑惑跟我们所有人的疑惑是一样的，你有那么一笔存款了，那你自己还不能好好把自己捯饬捯饬，一定要这么拉轰的出现在现场吗？骑个摩托车而已。但是我觉得呢，倒是可以理解，因为我知道那些做金融投资的人，一般是希望自己手里的现金能够尽量的利益最大化去做滚动的投资，而不是急于而不是急于拿来买房买车做些资产的这种投入哈，这些肯定是会有的，但是在短时间之内不会这样做，这一点我觉得倒是可以理解男嘉宾。开着拉风的摩托，然后还放着什么音乐？我没听清。邓紫棋唱的《喜欢你》。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当然希望和女嘉宾能够凑成一对，相互喜欢嘛。我就发现我们男嘉宾很能言会道哎。刚刚呢，我们是在南滨路人流最密集的地方，所以太吵闹了。现在我们就换到一个相对于安静的地方来，再次让我们的男女嘉宾进行一个正式的见面，来互相认识一下，握握手吧。你好，我叫罗志强，很高兴认识你。你好，我叫冯婷，很高兴认识你。冯婷你好，我今天远道而来，为你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希望在炎炎的夏日里面能给你带来一丝清凉。是什么东西？可以打开看一下吗？请他自己打开吧。好精巧的小扇子，怎么样？觉得？可以吧？喜不喜欢？喜欢。我对女嘉宾的那个身高外形方面还是比较满意的。快点问了我妈的，我说她长相的话，她说还是带得出去，经济条件还是可以。母女二人对于罗先生的经济条件还是比较满意，可他骑摩托车的出场方式在他们看来却和他的经济条件不相符，这也让他们再次怀疑罗先生情况的真实性。妈的，我很真不说呢，他们那个买个车，啷个的我那个我的车我都觉得有点假。我觉得反半真半假。为了打消母女二人的顾虑，罗先生也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我可以把我那个银行的流水发给你们看。那好，既然我们男嘉宾要证明他真的就是每一天就可以挣到这么多钱的人，就赶紧拿出证据来，我们女嘉宾和阿姨也看看。罗先生的证据能否让母女二人信服呢？快接近70万了，我想明天大概就可能达到。他现在给我们看的这个账户的余额是67万多，是罗自强，就是我们男嘉宾的名字。对。然后这就是你的账户的存款是吧？这儿对，一共有67万2000多块钱。对。看到没有，阿姨？是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嘛，免得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坦诚的一种人，我对别个都是一向是推心置腹，是啷个就是啷个，绝对不会去隐瞒些啥子。那好，我们现在呢是看了男嘉宾的这个账户之后哈，我想问一下我们的阿姨有没有打消刚刚的一些顾虑？还是打消了顾虑，直接就打消了。那我们女嘉宾呢？我觉得没啥子话好说的。对。罗先生的坦诚打消了母女二人对他的质疑。原本以为两人接下来会顺利相亲，可没想到接下来因为晚餐的问题，又让母女二人对罗先生疑窦重生。表现很矛盾嘛，我有点怀疑他收入的真实性。都矛盾了噻，我就感觉有点矛盾了。一顿晚餐到底引发出了怎样的矛盾？今天好像你给我们编导发信息，就是说轻轻松松的刷刷打打里，今天什么都没干就挣了2000块钱。对。
我想知道的就是你随随便便就一天挣2000块钱，那今天既然咱们来相亲哈，你准备的约会基金有多少？3000块拿来作为约会的基金。您看现在已经是8点多钟了，那大家都很饿了，我就说明白一点，接下来你准备？那就看你们喜欢吃什么了。不是我，不是我们，最主要的主角是在你旁边，你得问问他。请问女嘉宾，你晚上你想到哪里去吃饭啊？吃牛排吧。牛排啊。你喜不喜欢吃牛排吗？牛排的话，我从来没有吃过，因为我从来不到那些场所去消费。那你愿不愿意一起吃牛排？如果你愿意去的话，我可以陪你去。那好，刚刚呢，我们的男嘉宾也问了一下女嘉宾想吃牛排，但是呢，男嘉宾是说自己从来没有吃过，而且呢，也不愿意到这种稍微高端一点的地方去消费，是吗？对，我从来不到那些高端的什么酒吧呀、KTV 呀、西餐牛排这些地方去消费，因为我觉得我目前的情况是属于大众情况，我还没有能力到那些高端的地方去消费。有可能，我觉得一次牛排下来，你们2个人的话，也就100多块钱，你觉得这个贵吗？不是贵不贵的问题，我宁愿花3、5千去吃中餐，我也不会去吃牛排。是意识的问题。男嘉宾说花3、5千吃中餐，也不愿意花100多块钱去吃这个牛排。罗先生愿意拿出3000块和冯小姐约会，却不愿吃100多的牛排。他独特的观点再次让母女2人对他产生质疑。吃个牛排，一说是很容易的事情。我觉得中餐还贵一些，我表现很矛盾嘛，我有点怀疑他你那个真实性。都矛盾了噻，我就感到有点矛盾了。面对母女2人的质疑，罗先生再度许下承诺。我一向是说到做到，他如果能点出3000多，而且能吃得完的话，我绝对没得意见的，马上可以去提夸。在吃饭的这个环节，大家跟我一样，应该是大大的领教了一把男嘉宾这种提虚劲儿的功夫哈，一张嘴就说我拿3000块钱的约会基金哈，是怎么都够了的，但实际上。女嘉宾一提我要吃牛排，男嘉宾立即就各种反应不良，还提出你去吃中餐呐，再贵我都花。拜托，你一定要了解一下一个现实哈，男嘉宾，中餐才是美食界的瑰宝，才是消费的无底洞。西餐在重庆真的不算什么，3000块钱你绝对能吃得下来，还能吃得非常的撑。但中餐就很难讲。母女2人觉得罗先生的言论前后矛盾，为了进一步检验罗先生的诚意和真实性，他们决定顺水推舟，提出一个新的考验。那对于男嘉宾的这样的反应，就你吃牛排他不愿意，现在呢拿出3000块钱约会基金，你觉得这样你怎么想？去5星级酒店去吃一顿嘛。去5星级酒店吃一顿，万一他真的去了呢？我都让他不去。好吧，那这只是一个考验而已，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说到做到，愿意真诚的拿出这3000块钱来，对不对？对。那好，既然呢我们就是已经有这种想法了，那么我们就一起去考验一下他。那我们现在走5星级酒店去吃，对不对？行吗？没得问题啊，我只有一个要求，你点的东西，我不要求你吃得干干净净，起码是个6、7成吧。我愿意。那就走了。我当时想法吃就吃噻，我大不了都当今天没赚钱那么想。我觉得让男嘉宾走5星级酒店去的时候，他不是很愿意。我看他走到门口啥子反应。还有没有吃的嘛？那里面？
个人晓得我们来过。你问啥？女嘉宾问嘛？消费要好好的嘛。1000多一桌吗？然后有没有自助餐那些？自助餐是200，350。我都是进5星级酒店的时候，一说男嘉宾到干站起，你想吃啥子？随便。比如说我现在是很饿，我现在马上想跑去吃碗小面。你想吃碗小面？那女嘉宾呢？因为你觉得小面快一些吗？还是啥子吗？不是小面快一些，我认为实在一些。那女嘉宾呢？你觉得怎么样？我随便吧。刚开始说的是3000恁个带劲儿，现在又是吃小面，这真的是完全是在说起搞笑的嘛。我当时很饿，我确实想吃小面，因为走上去要等他弄很久。如果我到下面去馆子炒菜馆的话，可能2-3分钟就给我端起上来了，我马上就可以吃了嘛。我觉得他之前说的那些话都出尔反尔。绝对不会，我从来都是说一半，我可以马上取3000块钱直接捐给中国儿童基金会，或者是哪个基金，当场捐，当场马上开启捐，我绝对不是一个吝啬的人。我都当拿3000块钱捐给国家了，我啥子都不说都可以，马上去取，马上去捐。罗先生为何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他是舍不得花钱，还是另有想法？自从踏进酒店开始，还没踏进酒店的时候，我都已经有99%的把握，他不会在酒店里面吃，他只是看我进不进那个酒店。哦。那意思是说你晓得今天的3000块钱用不出去了？可以用出去啊，我马上可以捐给国家，或者直接先拿给他。你觉得第一次相亲的人，你是拿上3000块钱？哦，也可以买一个价值3000块的东西嘛，或者买根金条儿送给他也可以啊。哦。男嘉宾在那里又开始各种演，要去吃小面。是的，我觉得这时候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差，因为男嘉宾的种种反应，就像鲁迅的小说里面形容乡下妇人对皇太后生活的想象，就是睡醒了午觉，对太监大叫：“太监拿个柿饼来！”我觉得男嘉宾的所有反应都是既不了解消费的层次，但是呢又臆想出自己理解的那种消费层次，实际上与我们每个人对于花钱的那个概念都是有偏差的。男嘉宾现在我觉得给人的感觉已经是越来越不好了，至少我觉得我对他的看法，从开始画风清奇的金融界小王子，到现在我已经觉得他怎么讲呢，就是对这个世界，对他自己应该说有着极大的误解。对于3000块约会基金的承诺，罗先生表示仍然有效，因此他决定带着冯小姐母女2人到酒店旁边的餐馆就餐。点噻，随便点。哎呦，你想啥子都说啊，想点啥子都点，没那些虚的人，实打实的来。我不晓得吃哪种。那上面写的都是中国字，你不晓得吃哪种？那个蒜泥黄瓜，再来个青椒皮蛋，再来个番茄蛋花汤，干煸四季豆，还有莴笋点儿。罗先生似乎意识到自己点的全是素菜，接着便开始疯狂地点起了荤菜。荷包儿、啥子黄喉儿、剁椒腰花儿、椒麻馋嘴蛙儿，啥子双椒鱼肚儿，再来个老麻鳝鱼，小炒黄牛肉。不是吃不完浪费了。那你们晓得节约吗？那你们晓得节约吗？哎，要节约。如果说之前我觉得男嘉宾只是不太了解西餐这种消费和中餐消费的差异，以至于在那里提虚劲，在那里虚张声势的话，那么在吃饭环节，他的一句话真是让我体会到了他满满的恶意。那句话就是：现在你们晓得节约了，那不然怎么样呢？男嘉宾，你开始如果大大方方跟女生说，哎，我们就去吃个中餐嘛，哈，我们吃点炒菜，简简单单的。
女孩子也不会拒绝你，她也会觉得这个提议是合理的。但你自己要把选择权交给人家，人家提了以后你又无法满足，各种演。你给我的感觉像什么？你就像一个那种非常假的那种假大款走进一家小面馆，很嚣张的说：“老板，把你们店里最贵的小面给我来10碗，每一样再给我加点料。”就是这种感觉。你在这个时候说这种话，我真的觉得女嘉宾一家的修养真的很好，没有站起来立即转身走。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你不是3000块吗？你请我吃这样的东西，请问你3000块怎么花得出去呢？好，现在呢，我们是来了一个江湖菜的菜馆哈，好像男嘉宾一下子劲儿就来了，在这里是不是感觉这里更接地气，或者说更适合你的口味一些？这里的菜更加货真价实一些。那对于我们男嘉宾的就是这样的消费的一种方式和理念，我们女嘉宾觉得呢？我觉得很好啊。哦，很欣赏他这一点吗？是的。你觉得跟之前的牛排相比的话，更喜欢哪一种？喜欢这种吧。还喜欢这种一些。那个，我想问一下阿姨呢？哎，可以哎，我们随意那个。罗先生来到了自己喜欢的环境就餐，而随和的冯小姐和妈妈对于他之前的行为似乎已经完全释然。此时放松的罗先生也将自己的情况向母女2人娓娓道来。我们北碚那边可以，我是北碚缙云山噻，风景区里面的人，我们那个户口，你拿钱都买不到，想迁徙都不得行。我山上有2套房子，公路下头有一套，公路边边有一套，都养生人。你2位老了带儿去养生住的话，起码都会20-30年。我现在蔡家住的是公主房，我2江民居还有一套房子。哎呦！我现在已经在蔡家那就购了一套房子，付的全款。他们星期2就去，想立合同啊，啥子之类的。反正地方多得很，我到处都有地方住。他那儿有房子的事儿，那儿有房子的事儿，我其实点儿都不相信。妈妈也说，他说他那个吹得太凶了。我觉得很假。唉。如果到时候你女儿和重庆和男嘉宾吃不到，未必重庆要走蔡家去做吗？意愿，因为我这个人跟是超越当前思想的人。不一定是他到我们屋头去，我也可以到他们屋头去。哎，我也可以上门，我从来不在乎别个说啥子。哎，你去上门去，啷个买面子噻？我理都不理他。对，我们那房子小，说不管干啷个办噻？啊，你们房子是好大的嘛？60多点点。60多点不小噻，是2室1厅噻。是噻，你们两老住一个室，我们2个小块儿住一个室，不小了噻，住得下噻。我觉得很小呀，还是。其实嘛，还是你晚上睡瞌睡都是睡床那么大一张地方，我觉得50多个平方。他还是住南方屋头好点儿咯。他想做南方屋的家会。山上有房子，城头有房子，蔡家有房子，你想住哪去都可以啊。在主城区那个南平附近嘛，买套房子，反正离我大就近的，反正。现在蔡家已经决定要买了，跟别个签合同了。如果你再喊我在南平再买一套房子，你至少得学一点时间嘛。我就算再挣钱挣得再快嘛，你还是要给我几个月噻。你在南平买房子的话是全款吗？我买东西从不分期，只付全款。哎呦，1万多了，1万多了。啊，没啥子关系的，等他涨了2万多我再买。我们现在房子的问题解决了嘛，意思是说你那天有了全款，资金充足了，你还是愿意在重庆买房子的，对不对？我不仅要买，我要买很多套，我住一套，住很多套，而且我还买门面儿。哎呦！哎，到时候你这边担不担心没得房子住嘛？应该没问题的哟。不仅有房子住的，还可以当包租婆。我本来我是躺着去挣钱的，在屋头。购置房产只是罗先生的一小部分计划，关于未来，他还有更大的野心。比如说我刚说的，以后要买很多套房子，还要买门面啥子，那都是小型的规划。其实更大型的规划，我是要建立一个公司，开很多家分店，开了几家过后上市。哦，当然了，我要是换了我，开分店，1间变2间，2间变4间，4间变8间，
8年以后就上市，上市以后再集资，接着就是炒股票，然后再炒第一，接着再分开上市。到时候光收股息我就削翻了。餐桌上，罗先生对于自己目前的状况和未来的规划说的是滔滔不绝。那他的豪言壮语有没有打动冯小姐呢？整个聊天下来，都是他吹得很凶，反正都是那种吹夸夸那种嘛。我就不实在那种人，吹得凶。吃饭的过程真的是令人怎么讲？大家就当是一个喜剧来看看就好了。我们可以看到男嘉宾一直在夸下各种海口，就像一个拙劣的骗子一样，展示自己那些根本不存在或者是令人生疑的资产。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在这种得意忘形的加持之下，也许他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安全环境，知道在这样的地方消费完全不用担心掏光自己的老底，所以他越发的把那种很张狂的那种气焰释放出来。男嘉宾现在就是那种说话满嘴的不栽根儿，我们重庆话说不栽根儿，然后那种说话的腔调，那种语气，真的男嘉宾，你让我看到了一个没有见识、没有学识，也缺乏教养的人，他在镜头面前暴露出自己所有的缺点的时候，有多么的令人难堪。这一顿晚餐成了罗先生的个人演讲脱口秀，而最后晚餐的价格和罗先生之前的计划价格相差甚远。那个用了好多钱嘛？我没看，好像是120块钱呐。那个之前的晚餐，本来是3000块的，现在成了100多块的晚餐。那不是说非要吃得好，反正主要是他说的他那个点儿都不真实。我可以把剩下的2800多拿成现金直接拿给他。其实我本来也不是很物质的一个女孩，3000块钱的中餐只是考验而已。但是今天男嘉宾的态度太反复，太不真诚了。尽管冯小姐对自己有诸多的质疑，罗先生依然维持着对她的好感。经过那一段时间跟女嘉宾的那个接触，我也愿意给那个女嘉宾表白。如果女嘉宾愿意跟我两个牵手成功了，还有一份神秘的礼物将会送给她。今天的相亲经历了如此多的反转和波折，两人最后的相亲结果会是怎样呢？罗先生能否用自己所说的神秘礼物打动冯小姐呢？那我们最后的那个结尾呢也将开始。其实今天我们男女嘉宾是经过了一波几折的这么一个相亲的过程。到底在我们男嘉宾或者女嘉宾身上有哪些地方吸引着对方，或者说又有哪些不满意的呢？他们自己心里面各自是非常清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那个最后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男嘉宾做表白。大家看到了，其实我们男嘉宾的手上来拿出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看一下，已经提前是有一份神秘的礼物在手了。那如果说我们的女嘉宾如果答应跟我们男嘉宾牵手的话，就接受我们男嘉宾这一份礼物。如果说觉得还需要再有一些时间考虑的话，那么我们不用接受这份礼物，自己转身回家就可以了。最后，女嘉宾冯婷我要跟你做一个最后那个表白。我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我现在是从今年这4月份才起来的，也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事业的起步阶段。你如果想直接得到彩虹你就不要找我。我这个人要经过风雨过后才能看见彩虹。我也希望你能跟我一起携手走过这一段有风有雨的时间。我相信这段时间不会很长。如果你愿意陪我一起走这一段有风有雨的时间，就请你收下我精心为你准备的这份礼物。我还是谢谢你今天请我们吃饭，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合适吧。那个换个那个拿给你嘛。这个你留到做个垫脚嘛，夏天家的时候上一下可以给你带来一次。
我觉得还是算了吧。我送出去东西从来不来收的，你可以自己处理。谢谢男嘉宾。不用。祝你早日找到自己心仪对象，祝你好运。谢谢。紧紧守牢，不敢漏掉一丝一毫，愿你看到。有些遗憾哈，最后没有牵手成功。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男嘉宾此时会感觉到一些遗憾和那个吗？我一点都不遗憾，因为，我早就知道是这么一个结果。那为什么你还要坚持做最后的表白呢？就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底。如果我不坚持做完的话，我想今天他可能会很下不了台，因为我是照顾女嘉宾的感受。其实如果不照顾她的感受，当时她说要吃什么牛排的时候，我就直接转身就走了，我什么都不会理，头都不会回。自从他说牛排之后，我说我不喜欢，然后我观察了他们母女俩的面部表情，我就知道会有最后的结果会是女方不愿意。其实当他说要去吃牛排的时候，我就已经不愿意了。我看到你今天其实精心是准备了2份礼物哈，对。然后第一份呢是坚持送给了女嘉宾，对。那我们虽然第2份没有送出去，我们可以看看吗？可以。我们看看我们男嘉宾准备的是什么。我都替女嘉宾惋惜，我是黑马股，哎呦，就像当年欧洲杯的希腊一样。就是你介绍你自己说是中国的巴菲特是吗？潜力股嘛，不是什么巴菲特，潜力股。好，那我们就看看这一只黑马，这一只潜力股，它本来为我们女嘉宾准备的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说的我都迫不及待想看了哈。他都说我们女嘉宾我不是一个什么吝啬小气的人，如果牵手成功的话，黄金的项链，对，来给我们的镜头展示。是一个皇冠，如果牵手成功的话，它就是我的女人了。新世纪百货商场的一个珠宝专卖店买的皇冠，这个是纯金的，99.99%的哈。上面这个链子呢是 K 金的，因为它加了硬度的，不容易断。然后这个项链呢，大概价值1-2千块钱的样子，但实际价格我都记不住了。那今天是特地为了上我们的节目，为女嘉宾精心准备的是吗？也不是单独为她准备的，这个是为我的另一半准备的，牵手成功了才有，没牵手成功是没有的。最后我想给男嘉宾的一个评判就是2个字：癔症。癔症我们知道它是会让自己产生各种各样的幻觉，觉得是自己在另外的场景里面生活，或者是发生了根本就没有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我觉得男嘉宾你现在的状况，我相信你是在努力的为自己的未来创造一种好的生活方式，但是首先我是质疑你的所谓的那个创造财富的一个能力哈，尽管你给我们展示什么 APP 上的鱼油啊什么的，因为你的挣钱的方法，实话实说，我身边也有很多做金融投资的朋友，没有像你这样的1个月自学武功秘籍，然后就可以一夜暴富，现在不是那样的时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你可能走入了一个误区，因为编导跟我讲，你跟他说你尽管今年30岁了，但是之前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其实你1.78米，长得也不算难看，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你把一切都归咎于一个原因，你说那是因为你太穷了，所以女孩子们都嫌你穷，以至于我认为这就是你今天这种反应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源。你把一切归咎于贫穷，可是我让人遗憾的是，男嘉宾在这个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素养、教养，他的对待女生的那种态度，对待女生父母的态度，我真的觉得非常遗憾。这个真的不是用钱能够买得来的，就是你的见识和你对人基本的一些礼貌。所以节目的最后给男嘉宾的一个建议就是，人生的这场癔症还是早点结束的好，这样有利于你身心的健康发展。
好的，现在我们是在深夜的南滨路，在节目的最后呢，同样也要感谢挚爱一生幸福仪式香港州政府珠宝对本栏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同时呢，也感谢爱迪尔珠宝的特约播出。那参加我们的凡人有喜啊，不仅可以拨打热线电话68615868，同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真爱网的报名渠道来报名参加凡人有喜。爱情靠争取，不放弃，凡人有喜。并只为他一人而来。我对周思雨的印象非常好，距离我女神的目标只差一步之遥了，却不料被亲友团抢尽风头。确实，女嘉宾非常的不错，很踏实，非常的美丽。牛仔衣吧，牛仔衣，我家也穿牛仔衣。情侣服，但是心里面还不爽呢。男嘉宾的浪漫攻势能否打动女嘉宾的心？不逃避，不后退，你是我成功路上的堡垒。接下来还有一个小礼物想送给你。他看过3000本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他，为何会遭遇如此评价？哎天哪，那个举例子哈，好模糊哟！妈呀，我说的好高大上的问题啊！我觉得白话文好理解些。男嘉宾究竟做了什么，让女嘉宾如此不满？我不是很想录了，我这边没意思的，我还不如早点回家。凡人有喜即将为您精彩呈现。大好的周末呀，咱们可以约着家人去散散步、逛逛街，也可以跟朋友喝喝茶。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就是来我们凡人有喜相亲。而且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男嘉宾啊，相当的特别。他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那我们先请他隆重登场吧。有请这边请。哎呦，3位帅哥一下子登场了，我还以为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什么秀的现场呢。我不知道今天哪一位哈是我们真正的男嘉宾，那我就现在有请我们今天的男主角向前一步。最丑的那个。你再说一遍。不说了。最丑的那个我听到了。那为什么你会选择2位帅哥陪你来相亲？今儿他们休息嘛，然后刚好在家里也没事儿，过来一起陪我，给你打气。对。本期交友男嘉宾福美德，28岁，身高1.72米，职业服装搭配师，月收入6000元左右，婚姻状况未婚。嗨，大家好，注意带。嗨，凡人有喜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紧张，有点紧张了。嗨，凡人有喜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福美德，今年28岁，来自四川达州，然后从事的是服装陈列的工作，然后目前在重庆弹子市那边居住，有车没房。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有喜，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我们的男嘉宾和他的亲友团远远走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重庆诞生了一支新的组合，它就是 TFMans 或者是老虎队。但是男嘉宾，你今天为什么要找2个颜值比你高那么多的亲友团来上节目？你这怎么想的？我给你一个忠告哈，不但从此以后都不要让他们陪你去相亲，而且你结婚的时候千万不要请他们当伴郎。因为这是一个原则哈，我们都知道，一定不要跟那些颜值比自己高很多的人一起同框合影，因为你会觉得你自己像一块抹布一样。今儿来是有目的的，是为了上期有个女嘉宾叫周思雨，专程为她而来。本期交友女嘉宾周思雨，24岁，身高1.65米，职业婚礼主持人，月收入5000元左右，婚姻状况未婚。男嘉宾口中的这位周小姐，便是不久前曾经参加过《凡人有喜》节目的一位女嘉宾。在上期节目中，周小姐勇敢为爱出击，为了赢得男嘉宾的心，是主动去讨好男嘉宾的妈妈。虽然最终还是牵手失败，但她温柔孝顺的性格却深深地打动了电视机前观看的男嘉宾。首先，我觉得周思雨有几点打动了我。第一点就是她长得漂亮，第二点就是成熟、懂事、贴心，然后第3点就是
我觉得他爱笑，然后他是做婚庆主持的吧，我觉得以后跟他沟通起来，也很融洽吧。我对周思雨的印象非常非常好，然后如果我跟他打分的话，我会打95分，打95分，打95分。距离我女神的目标只差1步之遥了。那我听说哈，你是那个慕名而来的，而且呢是喜欢的不得了啊，有那份阵仗吗？真有，你是理解不了我那种内心那种恨不膨胀、想膨胀的心情。想膨胀的心情，或你可以。那我呢，再来采访一下他的亲友团哈。看到我身边这位帅哥了吗？为什么你自己比他帅还来上我们的节目？你不怕把我们的女嘉宾的目光吸引了吗？我觉得他更有男人味嘛。哦。然后怎么说呢？反正确实我和他一起看这期节目呢，觉得确实女嘉宾非常的不错，很踏实，非常的美丽。对，希望她今天真正的能够牵手成功。好像我觉得是你觉得她更不错一点。还好吧。那个，我再冒昧的问一下，您是单身吗？我是。是啊。哎呦，我觉得那待会儿你的这个发小可很糟糕了。你是不是觉得很失策，带了2位好朋友来？我觉得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然后一点都不失策，很有底气的，我觉得真的，相信我，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你就你们3位男生一起为你打打气，一起喊一句口号，好不好 ？OK， 来，1、2、3，加油！虽然带了2个帅哥亲友团，但对接下来的见面，男嘉宾依然是充满了信心。那么，女嘉宾会如他所愿，对他一见倾心吗？现在呢，我们的女嘉宾是缓缓地向我们走过来啊，我觉得她是一期比一期漂亮，不知道3位觉得如何？哇塞，我觉得在电视上啊，跟本人相比啊，相差太大了。我觉得她本人看着更漂亮，真的。你已经口齿有点不清了，来你说说。我觉得确实可能是一天比一天漂亮吧。一天比一天漂亮了哟，再来。有种仙女下凡的感觉。是，我也这么觉得。我觉得3位男士呢已经是把持不住了。那下面我们就请我们的女嘉宾再靠我们近一些，好不好？来，有请女嘉宾。哇塞，真漂亮哈！哎呦，那今天呢，我还有个情况要为你说明一下哈，就是他们3位当中的其中1位是为你慕名而来的。那么你觉得我们3位男嘉宾里面有哪1位是倾慕你的？哎呀，牛仔衣吧，牛仔衣，我家也穿牛仔衣。Oh no！ 啊？你就自己给自己配上了情侣服。哎，我们来看一下，情侣装他配的是牛仔衣。我开始一过来看到3个男嘉宾呢，我选的都是那个穿牛仔衣服的。除了是因为今天我也穿牛仔嘛哈，然后比较合适。然后第2个都是觉得他确实哈长得啊稍微要好看一点。当时的反应啊，确实话很尴尬，但是心里面很不爽啊。这刚一见面，女嘉宾就相上了自己的亲友团，这让男嘉宾内心是波涛汹涌。所以我说，男嘉宾呀，你还以为你带了2个帅哥亲友团没有失策吗？你是不是觉得很失策，带了2位好朋友？我觉得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然后一点都不失策，那行，很有底气的，我觉得真的，相信我，观众朋友们。那我问一下，此时此刻我们这个嘉宾丁的感受是什么？非常的意外。心里面还是很高兴的吧？还好吧。还好。那我觉得此时此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了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让我们今天的真正的男嘉宾到
附近的一个咖啡馆等着我们的女嘉宾，然后让女嘉宾自己走进去看看自己的选择，自己的第一感觉是否正确。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哎，那个是不是那个穿牛仔衣服那个都是今儿男嘉宾呢？我觉得我应该是猜对了的哦，应该就是他。你看他一直在站起的，肯定都是他了。其实我不是今天的男嘉宾，我不是今天的男嘉宾，我不是今天的男嘉宾。不是吗 ？Oh no！ 男嘉宾在里面，我带你进去。好。刚刚我一走过来呀，我看到那个穿牛仔衣服那个，我都以为他是男嘉宾，我当时还是有点小高兴，我想，耶，今天还选对了哈。结果我一走过来，他都跟我说，他其实不是男嘉宾。说实话哈，心里有点小小的失落。好吗？哎呀！来给你买了束花哈，啊，然后希望你会喜欢。谢谢。不是我这确实没有猜对，我也不晓得，确实因为我是看到也穿牛仔衣嘛，然后我都以为是。没事，我不介意。我觉得不太好。今儿给你送束花，然后里面有个小卡片，然后是我亲自写了想对你说的话。啊，对头。怎样？啊，然后等会儿你念一下，让你晓得哈。你好，周诗雨。上次看了你和猪肉王子那期节目过后哈，发现你身上有很多优点。第一，爱笑，成熟懂事，贴心，而且敢爱敢恨。这些优点深深地吸引了我。所以我也鼓起勇气来争取。我也非常感谢你鼓起勇气又一次来到那个节目啊，然后希望咱们彼此双方各拿一张洁白干净的白纸，去描绘我们的浪漫爱情故事。好，那是我写的啊。好，哎呀，我好久都没有收到啥子卡片那些了，确实有点小感动。对男嘉宾的第一印象，虽然哈他长得不是那种很帅那种，从他送花和卡片看来哈，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比较细心的一个男娃儿的。虽然一开始被亲友团掩盖了自己的锋芒，但男嘉宾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女嘉宾展开了新一轮的追求攻势，而女嘉宾对男嘉宾的印象也在慢慢变好。接下来，男嘉宾也是找到了跟女嘉宾更多的共同点。你是哪点的？我是老家是四川大州。哦，大州哈。啊，你应该你是重庆的？我们老家是开县的。四川大州宣汉。离开县很近很近。对头，是邻居。我们是老乡，真正的老乡哈。然后，那你是以后打算是在哪点呢？如果看你噻，我在达州、重庆都可以噻。看我。啊，如果你是想在重庆定居的话，也可以噻。哦，你上班是干啥子啊？啊，我是做那个服装陈列，或许你可能不了解，做过服装的人就了解。服装陈列啊，就是一家专卖店，然后需要我们用我们的手去把它啷个去挂，啷个去打造，让它变得更漂亮，更吸引顾客。那你觉得我今儿搭配的哪个样啊？我觉得很符合你的气质。首先哈，你上面配了个牛仔外套哈，下面配了一个那种很女性化的那个纱纱裙那种感觉，上面就是看起来很中性很酷，下面很女性化很柔混搭那种感觉哈，就是看起来又不是觉得很不协调，看
看起还非常不错，你知道吗？真的，而且你下面配那双高跟鞋，这一身感觉哈，女人中不是那种很放荡不羁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词我真的不好意思，这里要讲了。平常的话，你觉得你有啥子优点呢？做人很正直、很真实，你知道吗？在工作上面，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用心、上心的一个人哈。那缺点呢？缺点就是有的时候，等我想。没得缺点，你都说不出来。我唯一的缺点就是没得缺点。缺点就是不说缺点好不好？面对重庆都市频道的观众朋友们说我的缺点好尴尬噻。缺点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在一些事情上面哈，考虑得不是很清楚。那你今天来和那个节目来找我，考虑清楚没得呀？考虑清楚了，那件事情哈，是我那辈子唯一考虑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情。好惨。眼看两人是聊得眉开眼笑，不亦乐乎，但完全沉浸在喜悦当中无法自拔的男嘉宾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对男嘉宾哈，唯一有一点点的，都是我们两个一直在里面聊天哈，他也没有问我，都是口不口干呐，想不想喝水啊那些哈。我也有点小担心，就是以后如果真的在一起了过后，他会不会都是关心我呀？那些方面都不是很好。只顾着聊天的男嘉宾完全没意识到要为女嘉宾点上一杯饮品。当我们将这个情况告知男嘉宾之后，他也是立马做出了反应。女嘉宾，你跟我说渴了，给你买杯咖啡吧。哦，好吗？好。只要是为了能够在女嘉宾心中留下好印象，男嘉宾是什么都愿意做。而接下来，他更是加快了自己追求的步伐，进一步的展开了攻势。今天通过一天对你的了解，我觉得对你的印象会更加的深了。不晓得你现在对我有啥子想法哈，但是我现在我的心是一致的，对你是非常肯定的，非常满意的。刚刚也说到了，希望在我们共同那张白纸上去描绘我们的浪漫爱情故事，希望你能给那次机会。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小礼物想送给你，就是送一个太阳镜，因为夏天快到了嘛哈，平常出去玩的机会很多，希望它能给你遮挡阳光，而且能给你颜值加分哦。等下把它收到。墨镜儿喜欢吗？墨镜儿喜欢哈。哎，过来抢戏的。抢戏了！哎呦喂，不得了啊！我最开始听说你准备了除了花以外，准备了另外一个礼物，我以为是你要表白成功之后送个钻戒啊什么的，结果没想到你还准备的墨镜。但我觉得很实用啊，我觉得是吧？夏天到了，我觉得很有心，而且跟我们女嘉宾的领型很配。哎，可以给我看一下吗？女嘉宾这个墨镜。看吧。舍不得取下来是吧？来，我看看。哎呦，这牌子好像价格也不便宜啊，男嘉宾下血本了。不，价钱这是其次，关键是你送礼物用心了啊，是吧？我可以戴一下吗？可以啊，但是你戴上效果没它好看。What？啊，不好意思，开玩笑。如果电视机前有对我这个大龄单身女青年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打我们凡人有喜的热线电话。真单身啊？对啊，好，来我还给你。好，觉得我们男嘉宾这么精心准备的一番这些礼物，觉得现在怎么样？感觉？确实感动，也没有想到，就是他居然都是很用心的去来准备了那一场嘛。是，我觉得最开始你不是没有选他吗？对。然后我偷偷告诉你，其实刚刚他的那个发小的那件外套是他的。
真的吗？对，所以你们俩才是真正的情侣衣服。好，别挡着脱了，赶紧脱下来。这件衣服真正的主人其实真的就是他。真的吗？对，所以你看你选的还是正确的，因为这件衣服选上了这个人，是不是？来站在一起，我们观众朋友看一看配不配？那今天呢，我们男嘉宾来的心意啊，我们已经很了然了，对不对？对，坚定选择啊。好，那我就最后呢，我们还就要看看我们女嘉宾怎么选择了。我们选择规则是这样的哈，二位都听好。我们男嘉宾呢，给你准备了一个地儿哈，看着前方那有个笑脸，然后你在那儿静静的等待我们女嘉宾。如果说我们女嘉宾同意跟我们男嘉宾在一起的话，你就走向他，跟他牵手成功，好不好？如果不同意的话，你就可以离开了，好吗？那我也祝愿二位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啦。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彼此牵起的双手。这是成功了是吗？选择了对不对？评分一下，来一段获奖感言。此时此刻的心情挺激动的哈。然后也挺意外的，知道吗？非常感谢。其实我为你捏了一把汗，知不知道？我都没有觉得会成功。你为什么最后会选择他？他比较上心嘛，然后应该是个暖男。对头。不是墨镜打动了。